温迪告诉我，说大家想见我一面，非得要见了面聊，比较踏实。我完全能够理解。李总，我们贸然来访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我们几个股东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，还是想支持郭新年，自己保留一点股份，不想全部售出。我们可以按照现有的估值打个折扣，也是可以谈的。到楼下技术部，把2个月前叶之光做的那款软件拿上来。把这个拿去给李总。好。2个月前，我们公司技术部门开发了这款升级版的麒麟软件，增添了即时语音通话功能。透过系统导入，你可以把所有的联络人默认为语音通话的好友。麒麟软件目前有大约2亿7千万的用户，我们估计新版本上线之后，用户量还会增加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发布呢？这个技术是山寨魔晶的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也不是龙少雄，但是等待也是有期限的。如果这个月都没谈妥的话，麒麟很快就要召开大规模的产品发布会，其中当然也包括升级版的麒麟软件。这个月一定可以谈成。我们也很感谢一直以来你对魔晶的深情厚谊。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，第一，我希望你们放弃所有的幻想，一次性的把所有股份全部出清给我，全部。第二，其实我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所以我需要各位今天就做出决定。如果今天我还谈不下来，明天我就会让升级版的补丁上线，先打垮魔晶再说。这也太狠了吧！李总，您这样说，我们真的很难接受。在商言商啊，我是担心，如果过了今天，哪怕我想买，麒麟的董事会也不会同意。我是真的把各位当自己人，所以提前告诉各位这个消息。李总，技术部有2位高级主管要和您见面，我让他们在2楼的会议室等您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回来。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我觉得得卖。咱们可得想好了，这合同要是签了，可就改变不了了。我们这么轻易的放弃自己，不会中了什么圈套吧？我不抱幻想了，同志们，知道什么时候退，
比知道什么时候进更重要。您不着急进去啊？你知道饭怎么煮才好吃吗？这是饭煮熟的时候，再焖半个小时。着什么急？哎，过关。若海，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看管基金的人选，我已经有了。想想啊，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？要是我把所有的钱拿出来，能买你和金城的平安，我愿意。啊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我想起一件事儿来。你前妻在加拿大是吧？平常你老实说，欠她的很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她后半辈子的生活安排好。大哥，她在加拿大生活的挺好，我一个人盯着就够了。当个证券人不容易，我求你放过她。进了这个门，时间就不属于我了。今后什么事儿，我也不能把你盯着了。我进去就当个正眼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各位久等了。我云山发神经，说想跟我合作，在网络上直播球赛。我是觉得世界杯快到了，也是个不错的创意。哎，你们都没喝啊？加点热的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我想，我们今天可以先签一个意向合同。我们愿意把所有的股份转让给你。打印4份股份转让的意向合同。现在，甲方是麒麟，乙方是魔晶。诸位，我就不送了。对了，这个麻烦交给郭新年，里头的东西他看了之后就知道什么意思了。有点贵。安总，告辞。
海，张小蝶案的主谋，我来自首。郭新年，你也吃一点吧。你确定这个 U 盘是李奔腾给你的？当然。那就是说，网络即时视频通话他们已经做成产品了。应该是的。老大，安装好了。你赶紧安装一个，咱俩试试。好。李奔腾。通话质量怎么样？很好。送给你。你以为把网络电话写到魔晶里就能够打赢我了吗？我怕你做了半年之后做不出来，然后将来会说是运气不好。我恰好有这个技术，你把它写到魔晶里，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再打一仗。这是你的技术，我不用。你自己做决定。我是真心诚意的。我希望魔晶能够活下来。商场跟战场一样，有个对手总是令人兴奋的。又或者，你想要卖股份了，随时通知我。卢卡，从今天开始，网络电话的项目结束了，你可以回家了。老大，走。保重。郭新年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代表你去和李奔腾谈。我会尽可能的把你手里的股份估值得更高一些。你闭嘴！你一定要这样坚持下去吗？滚蛋！滚蛋！滚！所有人都要出卖我，背叛我。现在你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
没有人想出卖你，也没有人背叛你。现在把魔晶交给李奔腾，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。老二，去买点酒去。啊，去呀，老三，你去。我都输这么多了，还是你去吧。快去啊！不许动！警察，别动！别动！趴下，别动！不许动！你是何龙生吧？是啊，什么事儿？我们是反贪局的，你涉嫌行贿受贿，跟我们走一趟。陆桥梁、陈晓东、王欢、王丽、李汉、张诗彤，谢谢你们坚持到最后，你们是最棒的。我再次代表郭新年，谢谢你们。只要郭总需要，我们愿意随时回来。谢谢。人都走了，上大学的时候讲欧美文学，老师说，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讲人是怎么被打败的。或者被时间，或者被感情，或者被自己的弱点，或者被其他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是无敌的。
过新年振作一点，赶紧去换套漂亮衣服，跟我去参加发布会。算了，我还是不去了。你必须去，你得像个男人。金总，你好，温妮小姐。好，请坐。金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，我有一份工作，希望你能接受。我的家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支基金，需要一个管理运营的负责人，让这支基金活起来，参与投资、做慈善、朝会，所以就需要一个对投资行业很精通的人。我很信任你，希望你能接受。虽然我一直在做投资的事情，但是管理基金我缺乏经验。没打过仗，打几仗就会了。我查过你的资料。你在洛菲斯几个部门都工作过，能力比较全面。如果我请像彭学武这种职业的经理人很容易，我请你是看上你身上重要的优势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们都是。这个基金不大，300个亿。你在洛菲斯以往的战力还是颇为可观的，这个资金量你控制得了，我相信你能干好。如果我来做的话，您第一期打算跟我签约多久呢？3年。3年之内，你对基金的运营是全权的，没有人干涉。3年之后，如果你不愿意续约，可以带走你应该得的部分。300亿2%的现金，大约6亿的样子。另外，财团再给你一部分股份，依靠股份可以支撑你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。我有自己的工作。你在洛菲斯做投资部 ED 几年了？为什么没有再上一步呢？我现在告诉你，做到投资部 MD 位置上，像纳兰那样，不是光靠工作业绩，要看你的学历，要看你的出身。这个职位严格说，公司要和他有相互利用的关系。纳兰出身你也知道，你能和他比吗？就算纳兰辞职了，你也不会到那个位置上去。彭学会找一个像纳兰那样有欧美学术背景、有良好的政府官员家庭出身的人接手。彭学武你比我更了解，他不做投行老总，你应该去做杀手。他是不讲感情的，所以你的工作已经没法进步了。你说我说对吗？还是穿西装帅。老大来了。老大，嫂子，顾青年来了。
你们俩怎么才来啊？路上堵车。你们俩去麒麟上班了吗？确实去了，但是李总意思是说让我们把婚假再延长一点，所以等放完假再回去上班。挺好，你们就借着这婚假好好休息休息，没准还能造个小路哥出来呢。老大，你能不能正经点？你最近都干嘛了？我最近清闲了。还有啊，以后就别叫我老大了，你们的老大是李奔腾。我在郊外有套别墅空着，你要是想散心，就搬那儿住去吧。不用，咱们公司还有2个月才到期呢，我得给他住够了。郭新年，作为天使投资人，我真的谢谢你。跟着你，我挣着钱了。是挣着大钱了。别记恨我，你就把我当个商人。咱们俩接着聊啊，是呗。记得咱们要常聚，高模咖啡永远欢迎你们去永远免费。但是我去了，我点杯咖啡还是喝一口往回吐一口。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借用一下。郭云先生，有事儿，你帮我拿下。一会儿见啊。一直想去找你，但是有些不好意思。今天正式向你道歉。投资魔晶的事情，我反反复复，最终没办成。这也不是我的办事风格。郭云先生，幸亏你没有给我投钱。李奔腾李总已经做出了网络即时视频通话。你要是投了钱，就打水漂了，这是2回事。说句题外话，你郭新年输了不丢人，因为你败给了资本。资本之间的博弈，其实就像是打一场电子游戏，虽说也有输赢，但是没有对错，更谈不上道德。你就是背负了太多的情感和道义。虽然你开发的软件很前卫，世界1流，但在你前卫的外表下，包裹了一颗传统的心，单纯、固执，却有一条道走到黑。所以你这样的人，注定是悲剧。谢谢郭云先生，钱你也没投，就别在这儿上课了。我们还想着你怎么把那盆水喝完呢。好吧，一会儿见。除此之外，我有个额外的要求，做我的儿媳妇。我把话说得更真实一点，你能接受吗？在没见到你之前，金城就给我提到过你。我们几次交谈里，我观察过你，了解你的背景，头脑清楚，思路敏捷。你没有要结婚的打算，甚至没有固定的男友。你熟悉理财，胆子又小，所有条件都符合。再说你的感情，你和罗伟已经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。郭新年，他这种人，我了解他，太固执，永远不变通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你和他分手，我想你也死心了。现在还没有男人走到你心里去吧？对不起，侵犯你隐私了。因为这涉及到家族的传承，
我不得不问清楚。这太突然了，我没有想过。那从现在开始就想。这个提议听上去挺荒诞的，其实是有一定诱惑力的。我们每个人都被自己属于的生活圈子限制住了，生活很难向我们提供一次历险，或者是不同的生命状态。这次机会你遇上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疯狂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上午好。今天的这场盛会有3件事情要宣布：小龙首集发布，卧云总要重返江湖；麒麟企业宣布控股魔晶。接下来进行第1项，掌声有请龙少雄先生。我很荣幸向大家介绍我的作品《小龙手机》。我们开始讨论做手机的时候，所有资本都告诉我们，手机市场已经饱和了。但是，我不信邪。我用3年的时间寻找资本，做手机的技术开发。后来手机终于做出来了。这款手机将进军海外，将和世界顶级产品角逐。我相信，从我以后，国产手机将进入一个井喷的时代，把中国手机做到国际上去，是我的梦想。这就是我的小龙手机。我知道，让你马上嫁给金城，听起来让人震惊。可是我们家族企业明确规定，基金管理者必须是血亲。金城也许会在香港跟我待几年，我会好好的管束他的性子，但我不能保证我的身体在这几年里不出问题。万一出问题，你作为妻子掌管财产，等他来把权力移交，你愿意离婚就离，不愿意离就不离。其实金城这孩子挺好的，他很善良。如果你们有感情了，我祝福你们了。我独自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管理300亿基金，3年的时间就可以得到您说的那些。是的，6亿和股份。我知道钱不是好东西，现在这个糟糕的世界上，你最后依赖的也只剩下这些了。我还是不太能相信。这样，如果你们结婚，理论上说，少爷名下的财产有你的一半。如果你答应，你我各请一位律师，拟好合同，我会把答应你的费用提前支付到第3方银行。一旦你完成诺言，由你的律师提供文书，把这笔钱支付给你，怎么样？财帛动人心，看管300亿基金，
你不怕我有什么想法吗？不怕。我希望你不要试。没有足够的后手，我也不会这么讲。我还是觉得像在做梦一样，一点都不真实。有请金盆。自从我金盆洗手之后，我才有机会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待我创业的企业，我才有机会发现，什么叫盲目自大，什么叫内战内行，什么叫腐败透顶。我很后悔，本以为我自己早就心无斗志，可在彻夜未眠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内心依然充满着对战斗的渴望。所以我决定收回承诺，当然我会按照江湖规矩把这盆水喝了。我请求大家原谅我，我希望还能和大家一起从头创业。合劲儿喝！金盆洗手的水，我喝进肚子里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云生老兵不死，初心不忘，居安思危，如履薄冰，从零开始，重新创业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事儿。出什么事了？如果当时胡油成功了，那份放在保险箱里的合同，你会不会真的拿出来？跑这么远过来就为了问我这个问题？没事吧你？干嘛？你回答我呀！我回答过你无数次了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你爱信不信？如果当初胡油成功了，那份合同根本就不会存在。我做那份合同的唯一的原因是我担心胡油会失败，我要靠那份合同把你和整个胡油做切割。我想要把你的钱保护下来，是那份合同存在的唯一原因。
还有一个问题，我知道你当初想追求纳兰，在你的心里，我跟纳兰一样吗？你今天是怎么的了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你到底想问什么？你说呀！我承认，我那个时候是对纳兰动心，那是因为我是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，见到了一个漂亮姑娘，我动心了。怎么了？再说了，咱们俩那个时候说好了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成功的拿到你们洛菲斯的投资。我告诉你，在我的心中，纳兰跟你永远都没法比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说，假如李奔腾得到你开发的软件，又把你一脚踢出去，你重新回到那个地下室，你还会回来找我？你是知道的什么内幕吗？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幸好你